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鹤棣情绪失控风波全解析，被剪辑放大的15秒，撕开综艺工业与职场沟通的双重真相。在流量驱动的综艺时代，一段短短15秒的视频足以让一个公众人物陷入舆论漩涡。5月2日，《亲爱的客栈2026》中关于王鹤棣的一段厨房片段迅速登顶热搜，王鹤棣第一次情绪失控。然而，仅数小时之后，随着完整内容曝光以及何炅的公开澄清，舆论发生戏剧性反转。这场失控乌龙不仅是一次明星形象危机的典型案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综艺剪辑机制、职场沟通逻辑以及公众情绪投射之间的复杂关系。事件的起点极其简单，一份鸳鸯锅。在节目片段中，作为客栈主理人的王鹤棣发现员工吴泽林将顾客明确要求的一辣一糟破醋的鸳鸯锅误做成2个独立的全辣锅。面对这一错误，他连续追问：为什么做成这样？我不是说要鸳鸯锅吗？双引号。镜头语言极具引导性，紧锁的眉头，稍显急促的语气，快节奏剪辑，冲突式字幕。在缺乏完整上下文的情况下，这种表达极易被观众解读为情绪爆发。尤其是在首次失控这一标签的加持下，观众的情绪被迅速点燃。传播学专家指出，这种剪辑属于典型的情绪预设叙事，即通过标题与片段共同构建一种情绪预期，让观众在观看前就已经带着判断。结果就是观众看到的不是事实，而是被引导的事实。随着正片播出，事情出现了关键反转。真实情况是，王鹤棣在发现问题后，并未当场发火，也没有要求重做，而是在确认需求后选择接受现状。更重要的是，他随后主动找何炅沟通，表达的不是愤怒，而是担忧。我刚刚那样说，会不会让泽林不舒服？是不是我说话方式不太好？双引号。而何炅在后采中明确表示，他来找我不是因为情绪失控，而是因为他太在意别人的感受。双引号。这一信息彻底颠覆了暴怒老板的叙事框架。心理学角度分析，情绪失控通常包含3个特征：情绪强烈爆发，行为失去约束，缺乏事后反思。而王鹤棣的表现恰恰相反，有情绪，但克制表达，无攻击性行为，主动反思沟通方式。这更接近高敏感型责任人格，而非情绪失控。这起事件迅速引发网络分裂，形成3大阵营：支持派，被剪辑冤枉的责任型管理者。支持者认为，王鹤棣是在履行职责，指出问题本身没有错。他们的核心观点是，管理者必须对结果负责，工作失误需要被指出，情绪表达情绪失控。甚至有网友直言，如果连指出错误都算失控，那职场就不需要管理者了。双引号。批评派，公众人物更应情绪完美。另一部分网友则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明星在镜头前应更加克制，表情与语气同样是管理能力的一部分，严肃表达容易造成压迫感。这类观点本质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公众对明星的要求远高于普通人。中立派，问题在双方，也在节目组。中立声音则更关注事件结构本身。吴泽林理解失误且有推诿倾向，王鹤棣表达略显直接，节目组剪辑放大矛盾。这类观点更接近系统性分析，认为问题并非单点，
而是多方共同作用。此次事件的核心争议其实不在王鹤棣，而在节目组。节目初期使用情绪失控标签引流，随后又删除相关内容，这种操作引发了关于综艺伦理的激烈讨论。媒体研究学者指出，综艺剪辑通常分为3种层级：信息整理基础剪辑、情绪强化叙事剪辑、冲突制造流量剪辑。而此次事件明显属于第3种。问题在于，当冲突被人为制造时，观众看到的就不再是现实，而是剧本化现实。这会带来3种后果：误导观众认知、损害艺人形象、消耗节目公信力。长远来看，这是对行业信任的透支。这段厨房风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高度贴近现实职场。管理学专家给出一个关键分析：在职场中，沟通冲突通常来源于3点：信息不对称、责任界定模糊、情绪表达方式差异。本次事件恰好全部具备：顾客需求传递不清、员工执行偏差、管理者及时反馈。而王鹤棣的困境本质上是如何在指出问题和保护关系之间找到平衡。这正是大多数职场管理者每天都在面对的问题。不少网友翻出2017年的摔面具事件，试图证明王鹤棣情绪不稳定。但如果将两者对比，可以看到明显成长。过去，情绪外化，行为冲动；现在，情绪内化，自我反思。这种变化说明，他已经从情绪表达者转变为情绪管理者。人格发展专家指出，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能够在情绪中保持对他人的感知。而这恰恰是王鹤棣此次表现的核心。这场风波还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众对明星的期待本身是矛盾的。我们希望他们真实、有情绪、有人性，但一旦他们表现出真实情绪，又会被批评不够完美。这种双重标准让明星始终处于一个难以平衡的位置。结语：15秒之外才是完整的人。王鹤棣的情绪失控最终被证明是一场误读，但这场误读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重新思考3个问题：我们是否过于依赖碎片信息做判断？我们是否对他人的情绪过于苛刻？我们是否正在被剪辑过的现实影响认知？在短视频时代，信息越来越短，但判断不该越来越草率。欢迎讨论，你认为王鹤棣在节目中的表现属于情绪失控还是正常管理？如果你是员工，你更希望领导直接指出问题，还是委婉沟通？如果你是管理者，你会如何处理类似错误？综艺节目为了流量制造冲突，你能接受吗？边界在哪里？明星是否应该被要求情绪完美，还是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有波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一起聊聊这场被剪辑放大的情绪风波。